今天我们接着讲这部1895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契科夫的《萨哈林旅行记》。上一讲我们讲到《萨哈林旅行记》是一部长篇调查报道，这一讲我们就来看看契科夫在萨哈林岛上耳闻目睹了什么传奇故事。首先我想请你想一下，为什么那个时候俄国的苦役流放规模那么大，手段又那么残忍呢？从国家统治的角度说，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在这里我采用标准答案，为了实现帝国统治的多重目标。其一是净化社会，转移底层风险，通过把脱序者，也就是背离主流社会规则的人丢到荒僻的远方，让核心地区社会生活回归常轨。其二是清除政治威胁，消灭反对声音，流放12月党人、民粹派、布尔什维克分子乃至一般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个目的。其三是获取奴工，用于殖民开发，充实边陲。其次是制造社会恐惧。目标是目标，那么究竟能不能达成呢？萨哈林旅行记告诉我们，除了清除政治威胁这一条难以判断之外，其他目标一概毫无达成的可能。之所以清除政治威胁那一条难以判断，是因为契科夫被禁止接触政治犯。至于其他目标为什么不可能达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契科夫看看真实的萨哈林。刚到岛上，契科夫就发现萨哈林居民对于罪犯的危险性已经完全脱敏。大多数苦役犯满大街溜达，手里拿着斧头、锯子和锤子干活。他们承担岛上的一切工作，挖煤、淘金、刨树、建房、疏浚沼泽、捕鱼、割草、装卸轮船等等。有的女苦役也当上了保姆，带孩子散步，太太们也毫不担心。这些监狱外面的苦役犯叫做矫正级苦役犯。萨哈林本身是汪洋大海中的监狱，谁都跑不掉。岛上最大的监狱在册的苦役犯有2000多人，住在监狱里的只有900人左右。荒谬的是，在萨哈林，和对苦役犯的危险脱敏相对应的是狗都拴着绳子，猪的脖子上都拴着木夹，连公鸡都拴着腿。契科夫问一个人为什么拴着他的狗和公鸡，那个人回答说，因为这里是萨哈林。那么为什么苦役犯散养呢？就没有答案。1个星期后，契科夫领悟了其中的原理，那就是在萨哈林，人是会变得麻木的，会把不正常当作日常。简单举几个契科夫在书中记录的例子。有一个绰号叫美男子的摆渡工苦役犯，71岁了，驼背，遍体伤残，衣衫褴褛，性情却愉快和善。这个人几乎一辈子都在服刑，光在萨哈林就待了22年，而他的全部罪行就是从军队开小差。他的生活秘诀就是服从与麻痹。他对契科夫说，没啥可抱怨上帝的，生活蛮不错嘛，上帝保佑。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女囚犯，绰号小金手，被判了3年苦役。他纤细瘦弱，在囚室里踱来踱去。契科夫说，仿佛一只刚出洞的老鼠，不断地嗅着空气，表情也跟老鼠一样，让人难以相信她曾是一个天仙式的美人。他在监外的时候，萨哈林发生了好几起涉及巨款的杀人越货的案件，他都是被怀疑对象。然而地方审讯机关纠缠在各种疑点之间，竟然没有办法扯清楚案情。契科夫也造访了监狱，在一个单人禁闭室，契科夫见到了一个姓杰列霍夫的老头。这是一个真正的恶棍，据说一生打死了60个人。这个人养成了一种脾性，仔细观察新来的囚犯，哪个人有钱就教唆那个人和自己一起逃跑，然后在密林里把他们打死，抢走财物。而为了销赃灭迹，他把尸体切成碎块抛进河里。契科夫看着这个老头那奇形怪状的头颅，以小说家的直觉相信了关于他的那些传说。再比如，岛上有一个叫杜厄的煤矿，是萨哈林最折磨人的地方。杜厄总是静悄悄的，契科夫发现他的耳朵很快就习惯了他的安静，因此每当寂静中突然响起一个怪人的歌声时，人们都会觉得悚然惊惧。这个怪人是个老头，特点一是爱唱歌，二是绝对不干活。
监狱当局把他关进黑牢里面，一次又一次的拷打他。这个老头异常倔强，每次行刑之后，他都滑稽的大喊一声：“我还是不干活。”当局想尽办法都没法制服他，于是只能任由这个怪人自由的游荡着，唱个不停。通过这些例子，相信你能感受到了，萨哈林会让人麻木，把不正常当作日常。而且你看这些例子，好像萨哈林充满了传奇故事，但在传奇的尽头，其实只有平淡无奇和枯燥乏味。契科夫接触的大量罪犯多半是由于打架斗殴击毙人命而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和缓期死刑。这些人的犯罪活动只能称之为千篇一律、平庸乏味，而在岛上的生活更是平淡乏味、浑浑噩噩。至于萨哈林的法律，契科夫发现既不克制也不公正，往往轻罪重判，重罪又可能由于当局能力的低下而轻判。在萨哈林，各色人等做的是同一件事儿，就是混日子，只不过这日子混得特别痛苦而已。因此契科夫发现，萨哈林生活的特征不是多么传奇，而是极其平庸，连犯罪行为都千篇一律。当然咱们前面也说了，萨哈林的目标还有一条，就是殖民开发，充实边陲。这一条能不能实现呢？萨哈林的垦殖开发目标，契科夫发现也是拍脑袋想当然。比如在农业生产上，萨哈林利用苦役犯和流放农民开荒种地，撒下种子，结果只能收获2-3倍种子的收成，这样的农业简直是笑话。再比如，政府对萨哈林的煤矿寄予厚望，在煤矿干活的苦役犯们也被迫生产，生不如死。可是操纵煤矿的公司弄虚作假，从中渔利。最终撒哈林的森林破坏了，湖泊消失了，可是各种各样开发活动产出甚微，甚至就连捕捞大马哈鱼这样的简单工作，在萨哈林也做不好。为了图省事儿，人们只在上游捕捞半死不活的鱼，结果煮出的鱼汤都是臭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原理很简单，奴隶没有生产力，自由人才有生产力，把人变成奴隶，扼杀其生机，他们就会成为废人。事实上，经济殖民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人们在萨哈林不仅完全赚不到钱，甚至只能靠外来的钱养活。在本地赚钱只能靠非法的手段，倒卖犯人的物品，盘剥异族人，私卖烧酒，放高利贷，赌博等等。岛上的赌博相当疯狂，高利贷者也十分残忍，索取10%的日息，甚至借1小时也要10%的利息。抵押物品1日之内无力赎回，就归高利贷者所有了。卖淫普遍到几乎涉及所有女性的地步，自由农民的女性，甚至相对上层的女性也一样。为了去杜厄和沃耶沃达监狱向囚犯们出卖肉体，女苦役们和自由妇女踩出了一条小道。他们这么做只能得到几个铜板，可是如果不卖淫，这几个铜板也得不到。契诃夫说，需求量大，卖淫的女性年老色衰或相貌丑陋，甚至3期梅毒都无妨碍，年纪幼小也无所谓。总之，垦殖开发在萨哈林完全沦为空谈，而岛上的人为了生存，又陷入了进一步的麻木与苟活。说句不好听的，沙俄希望的目标一概毫无达成的可能。萨哈林唯一充分实现的目标就是折磨人。比如在萨哈林岛上有一种罪犯叫做连车重料犯，拿镣铐的镣，他们戴着手铐和脚镣，拖着一根铁链拴在独轮车上。经过这种刑罚之后，犯人就会习惯于不必要的过分用力，伸手去拿茶碗就会把茶水打翻，像痉挛一样。官方通报中受到体罚的苦役犯数量极少，可事实的真相是，仅岛上的一个区1天之内就有10人以上挨打。任何微小的过失，比如鞋匠没有缝完规定的3双鞋，都可能导致30或100下鞭打。契诃夫观看了一次行刑，他写道，看守像念经一样数着数字，行刑员挥舞着鞭子，
被鞭打的犯人最初面无表情，然后全身痉挛，脖梗胀得老粗，开始嘶叫和哭泣，再下一步是求饶。随着鞭打的持续，犯人进入了醉酒式的状态，数落自己，又伸长脖子，发出呕吐的声音，而鞭打似乎永无休止。就在这里，契科夫体现了他为什么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伟大的观察者。他注意到了一个配角，一个军医助理，他与行刑无关，但是非常想看行刑。他像乞讨似的央求典狱长，大人，请允许我看看吧。这个人如愿以偿，然后兴高采烈地说，我最愿意看行刑。他甚至因为看到了残忍的场面而洋洋自得。这不禁让人思考，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施虐狂的话，那么岛上大量与之相似的人都是施虐狂吗？如果施虐狂是常见的，那么施虐狂还算是变态吗？契科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契科夫为我们呈现了萨哈林真正的传奇之处。不是传奇的故事，不是罪行和苦难，而是恶的麻木和麻木的恶。恶与麻木互为表里，这是一种一切都无所谓，无所谓明天，也无所谓过去，无所谓道德，也无所谓人性的麻木。好，我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这一讲讲到，萨哈林唯一充分实现的目标就是折磨人，除此之外，国家打算让萨哈林实现的一切目标都无法达成。萨哈林最传奇的不是罪行和苦难，而是恶的麻木和麻木的恶，恶与麻木互为表里。这一讲讲到这里，可能你会好奇，面对这样的萨哈林，沙俄政府就这么放任不管吗？下一讲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问题，看看萨哈林的官方系统是怎么运行的。